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。一不留神，卤蛋的深情戏码已经快进到了坟前追剧的新版本了。上坟的我见过，但带着阳伞、沙滩椅、收纳箱、iPad 和矿泉水这么抽象的，我没见过。我去度假，装备都没他齐全。我猜卤蛋还带了花露水和小零食，不过我没证据。也是托卤蛋的福，我才见到了传说中和邓丽君相邻的墓地。不是吧，Sir？你熊你吓人你！一个拥有上千双高跟鞋、衣衫鬓影的女星，17岁就挣钱，别人上大学的年龄，她妈妈带着姐妹俩出入酒局拜山头。我和曹板，这两个会不会太小了？有没有满18岁啊？有没有？那他们俩真的很害羞了。他说啊，这李大哥，这是王大哥，这谁谁谁，一个一个都叫大哥好。她的长眠之地就这都对不起下葬那天的暴风雨。可是就算这么寒酸的墓穴，我都断定卤蛋没出钱。3年婚姻，卤蛋唯一买的礼物是媳妇儿48岁生日的一条克罗心手链，台币10万左右。是西元的生日，他有准备了什么礼物给西元？ 팔찌, 크로마치 팔찌. 破天荒花大钱的卤蛋为这条破链子又捂又藏，仪式感满的像送了10克拉的钻戒。 네, 몰래 화장실에서 제가 선물 사다가 이렇게 몰래 숨겨놨는데 볼일 보다가 발견해가지고 기뻐했어요. 忘了结婚1周年，他还破费了一次，买了一条丝巾。最近是结婚周年，跟老婆怎么度过呢？有送什么礼物吗？혹시 선물도? 네, 리오, 게이타 리오. Why is it? 어떤 선물 좀 말씀해 주실 수 있나요? 아, 스커트 하나 내가 마음에 드는 게 보여서 사서 줬습니다. 我买了一条我自己很喜欢的丝巾给他。咱们卤蛋也是出息了，这次接了个医美诊所的广子。这诊所能找到卤蛋也是剑走偏锋啊，不对，是蛋走偏锋。你还别说，做了项目的卤蛋像剥了壳的卤蛋。哎，我记得卤蛋一般都是不带壳的，带壳的是茶叶蛋。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被问到1周年大日子，夫妻俩也没出去旅游。卤蛋说： 시원이가 항상 아이들 걱정이 많아서 아이들하고 떨어지면 불안해하기 때문에 그 해외여행은 조금 더 있다가 여유가 생기면 할 생각입니다. 그리고 저 역시도 그냥 시원이랑 같이 있는 것만으로도 재밌어서 뭐 해외여행 굳이 안 가도. 不对，卤蛋这里的逻辑我没搞明白。不出国旅游是因为 S 不想和孩子分开。我意思是，作为 S 的子女，出国旅游不是默认应该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卤蛋也顺便尽一下当继父的义务吗？或者说，在卤蛋的概念里，这婚就是他娶了大 S， 而不是和大 S 母子3人组成家庭。差点忘了，卤蛋还给大 S 送过限量版，他用油彩在脏了的 T 恤上画了朵花，卤蛋取名西元限定 T 恤。我看卤蛋你也太谦虚了，你这嘴才是限量版的吧？别人嘴巴泡蜂蜜里7七49天都不如你的甜。大 S 的另一次生日，卤蛋提前1个月準備，送了一條珍珠項链。 선물 줬죠. 한 달 전부터 생각하고 있다가 시원이가 한국 드라마 보면서 어떤 여배우가 진주 목걸이 한 게 예쁘다 했던 거를 내가 딱 캐치를 해서 진주 목걸이 하나 사서 줬어요. 听到卤蛋这大的一声吗？偶尔破费一次，卤蛋都能给你整出响来。一次是10万台币的手链，一次是捂着价格不说的项链。可怜 S 总共也才和卤蛋过了3个生日，2次都收的是便宜货。别问，问就是谈钱太俗，真情无价。 뭐 가격이 중요한 게 아니라 마음이 중요한 거죠. 3年婚姻，卤蛋所有的行为都完美避开了花钱。二婚后 ，S 拿旧包，穿旧衣，最后一次在台湾露面，穿的就是2年前刷卡买的 Elisab。别争，争就是不爱名牌。 으로 만들어주고 이런 걸 훨씬 좋아해요. 说媳妇儿不喜欢贵重的东西，但不代表卤蛋自己不喜欢。10几万的劳力士，7万的项链，卤蛋对自己一点也不寒酸。那能一样吗？也是，那能一样吗？
卤蛋祭拜有时候带红酒，有时候带蛋糕，有的时候带一碗面。思念的时候就大口大口吃冷面，像把思念当下饭菜，一口一口往死里咽。感觉好受点了，就把碗搁在面前，任面从热到凉坨成了疙瘩。在金宝山偶遇卤蛋的那位司机说，他坐得笔直，像是等谁在下班。扫墓的网友拍到卤蛋拿着湿巾擦墓碑，一边擦一边自言自语，说完就笑，笑完又抹眼泪，唯独不敢给他递张纸巾，怕一碰他就碎。也有网友描述当时的景象，我上次去也看到他在那里，感觉坐了好久好久，离开的时候还拥抱墓碑，并且深吻道别，让人瞬间喷泪。深吻墓碑？我怀疑这位网友看了不少小黄文，而且还都是重口的，不过我没证据。雨中下跪是作秀，坟前追剧是深情，别问，问就是。那能一样吗？据说卤蛋天天去墓园，甚至还打算购置金宝山周围的房产，能够每时每刻看到爱妻。这事儿如果换别人，我说不定还真信，毕竟天下重情重义的痴情男儿还是有的。但卤蛋嘛，买房可是要真金白银，你深情侧漏他也折不了线呀。再说了，人活着的时候，戒指靠纹，钻石靠画。就一张破画，卤蛋都能给你整出10克拉的景，不光带夸张的动作，还有这典型的韩式卡脖子发音，这么大。韩国人玩起抽象来，迟早有一天要把老子笑死。狼来了喊2遍就失效了，但卤蛋这3番5次的忽悠，竟然也被说成韩国有大生意、身家惊人的富豪。他也不是那种很高调要炫耀说，你看我住豪宅哦，我赚多少钱哦，我有什么什么。他完全这个人是没有讲过这些事情的。人可以乱长，话不能乱说。低调和穷它是2回事儿啊，这位女士。这就和卤蛋纹戒指一样，你买个钻戒再纹一个没毛病，独一无二又显个性。但是你上来就拿个免费纹身机往人身上招呼，还把穷说得这么清新脱俗。他卸我还会再开，但是你那么早卸，那我肯定会离开啊。如果真这样，就不是卤蛋拎包去台湾，而是 S 要去韩国了。有事业的人是不可能轻易挪窝的。别问，问就是为爱奔赴，你们懂个屁。反正不要钱，直接纹个钻石呗。哦，这可不行，这是小孩子过家家给手腕上画表干的活儿。你为什么不挂个3克拉钻戒，然后另外拿一个说，大 S 这就是给你的，这才像个男人吧，对不对？刺什么青啊，幼稚。另外，有钱和舍不舍得跟另一半共享也是2回事儿。卤蛋也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不然他能和朋友一起秀蓝水鬼，不然能戴 Goros 项链，不然送条 Chrome 哈手链就说牌子，到珍珠项链就别问价格，心意最重要。大 S 就更知道什么是好的了，否则他就不会在那家 F 开头的英国奢牌网站置办结婚的东西。同时在3月和4月分别尝试了7次，单笔约200万台币的消费。虽然刷卡失败了，但如此庞大的单笔金额在 F 网站只有珠宝。而且根据价格推测，这只是推测，是2只分别为20万人民币的钻戒。如果次戒指是为了证明无法抹去的爱，那今年初 S 手腕上多的3条情侣纹身手链，虽说是为了纪念结婚3周年，但是我只感到心酸。从喜欢买到喜欢纹，大 S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？如果当年我先生对我说，宝贝儿，你看结婚都买戒指也太俗了，咱纹个独一无二的怎么样？你信不信老子能一巴掌把他呼晕过去？我不顾一切为爱奔赴，铁了心和你从长计议，不等于我傻。你穷的都只剩下个性了，就别拿吝啬当浪漫了。那也不能说嫁就嫁了。我要他手腕上那个银镯子当个信物嘛，要不然不干。孤儿寡母的村妇九儿不是贪牛二的那个银镯子，
他要的是个信物，你得做个态度，我才能跟你好。同样的，其他的都可以不要，戒指你得给我买一个吧，钻的没有铂金的也行，铂金没有金的也可以，金的没有银的我也接受，你他娘的好歹给老子买一个。如果连银的都没有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就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资格结婚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结婚的。后辈调侃卤蛋，听说哥的戒指是纹的。예물할돈이없었어요韩国这样男尊女卑悍死的民族，是不可能容忍一个男人住媳妇儿家，睡媳妇儿前夫买的床的。 대만 집이 따로 있습니까? 개인적으로 개인 집 그냥. 아니요, 저는 제가 개인 집은 없고요. 지금 희원이 집에 같이 살고 있습니다. 만약에 서희원 씨 집에 안 계실 때 거기서 돌싱품에 할리분만 찍으면 안 돼요? 而且在前辈文化盛行的韩国，尤其是娱乐圈，前辈卤蛋能被后辈这么调侃。 목걸이도 하고 반지도 하고 팔찌도 하고 경도 위도 뭐 국도까지 다. 你们吹的他韩流顶咖的地位顶哪儿呢？我顶你个肺啊！但是卤蛋在一片아이喜里竟然面不改色。 돈 주고 사는 건 누구나 할 수 있는 거잖아요. 이거는 뭐 지울 수 없는 거니까. 你说这话，大刘第一个不爱听。老子那些年真金白银给小宝贝儿们买的那些又算什么？卤蛋的隐忍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汪小菲闹成哪吒，他也一边忍耐。 저에 대해 나쁜 얘기를 한 거였으니까 나만 참으면 모두가 행복할 거라고 생각하고 참아왔는데 일단 참고 있습니다. 一边示爱，主打一个深情。 이게 희원이 거기 때문에 저를 점점 더 좋아하는 희원이는 저한테 뮤즈니까 희원이 옆에서 서포트해주는 그런 역할로 열심히 잘 하고 있습니다. 别问，问了就是情绪稳定。其实学说话不用找蔡康永，卤蛋的语言艺术就够学一辈子。 저는 평생 희원이를 지켜주러 여기 대만에 왔기 때문에 평생 지켜줄 것을 약속합니다. 听到这连用2次的守护了吗？这可是顶级的用词，一出口自带暖意和粉色小心心，特韩剧。女人听了这话，揉圆了搓扁了，毫无抵抗之力。这话就字面上的意思，不要过度解读和脑补，尤其是对大 S 这种婚姻不幸但少女情节不死的中女，再加上初恋滤镜和韩剧的渲染，再续前缘是他们的命运，我了解。我守护西园这话，让汪小菲吃2斤打糕他也说不出口，他肯定会说这什么玩意儿啊。在巴宝莉活动上，他看到漂亮的包想要送给太太。 오늘 이렇게 싹 둘러봤는데 그 백 중에 저 프린세스라는 모델명을 가진 백이 있더라고요. 그 예뻐서 그거 사주고 싶어요. 不过这事儿也就一说，最终都没下文。同样的，关于卤蛋买木槿房的事儿，报道说他看了一圈，最终没签约。这事儿吧，就像我说刘德华跪了3天3夜和我求婚，我最终嫌他老没答应一样。卤蛋啊！ 说漂亮话比我背乘法口诀都溜。卤蛋这次的墓园行为艺术，开局就往3届蹭，这赛道别人还真不好上。也是巧了，30几度的高温，坟前刷剧的卤蛋稳如老狗，取景的角度也讲究，特意选了偷窥狂常用的视角，营造出一种刻意的漫不经心。他几时生的呢？嗨，正是生的日子不好。 可巧是7月初7，就叫她巧姐吧，都从这个“巧”字上来的。那天的卤蛋比凤姐家的7巧板都巧，她正在追《流星花园》，还正好是山菜的单人镜头。看到这儿我笑了，喵了个咪的！到底是谁给这位外籍老人出的这个铺满 bug 的馊主意？烈日下追剧，你是真不怕卤蛋的眼睛或者 iPad 炸一样吗？ 大 S 的最后1年，卤蛋的贝斯在韩国，他的生活呈现出的是和一群老登吃不完的烤肉、喝不完的烧酒。12月，他又独自飞法国看展，完全是一副富贵闲人的做派。24年的4月上旬，他在台湾待了一阵子，为自己的台北 DJ 秀做准备。7月后，卤蛋基本旱死韩国，直到次年2月 S 去世。 现在的卤蛋是韩国也不回了，80岁的留守老娘也不管了。
S 妈之前还在有偿找人陪伴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放着现成的一颗卤蛋找外人。老牌无业游民待在哪儿都是待着，来时拎个包，走时送个吻，3年送走金主还白赚上亿，最后竟然还混成了纯情欧巴。别问，问就是法海你不懂爱。还是韩国算命的神准，这碗软饭活该卤蛋吃。 참 신기한 게 남자분 사주들은요 돈이 생기잖아요. 그러면 전조의 증상이 곧 여자가 들어온다라는 의미가 돼요. 진짜? 네. 또는 먼저 이미 여자가 생겼다. 그럼 아 돈이 곧 들어오려나 보다. 人生中有些事儿演得过了容易反噬。上个做沙滩以思念亡妻的，是狠起来能送老婆孩子去死，白天哭坟，晚上造人的恶魔林生斌。大陆的简装版上演8年后，这次是台湾精装版上线了。《红楼梦》的第43回，李纨在王熙凤生日宴上点了金钗记，看到南记这出，黛玉对宝钗说道：“这王世鹏也不通得很，不管在哪里记一记罢了，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？所以说睹物思人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知哪里的水舀一碗，看着哭去，也就尽情了。”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根本不需要守在坟头，睹物也可以思人。它可以是打开冰箱的瞬间，看到熟悉的剩菜如同咽进了心脏一般的酸楚，可能是逛街看到有趣的场景，不自觉脱口而出快看快看，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的孤单。也可能是穿上旧衣，忽然浮现出某年某月同样的穿着与亲人手挽手散步，却不知今夕何夕的迷茫。极致的哀思与痛楚都是孤独无声且沉闷的，不想被别人看见，甚至不想让自己发觉，只想默默舔舐，想逃离却挥之不去思念，想沉沦却放不下未亡人的责任。表面上看起来与平常无异，内心却被阴霾压得喘不过气。它像什么呢？像失去刘真后的新龙，就此挥别娱乐圈，死了一样安静。像杨昭选择在浴缸割腕殉情陈明生，一切看似毫无征兆，而不是像卤蛋这样，你觉得他每时每刻都心碎得快要死了，却又生龙活虎地过了一天又一天。那么现在拨开迷雾，让我按时间轴往上推，细细解读卤蛋一毛不拔的慷慨和寡淡冷漠的深情。大 S 去世3个月的母亲节， S 妈晒的照片非常温馨，麦克竖着大拇指，大女儿和外孙女儿都比出胜利的手势，形单影只的卤蛋立于角落，都说她瘦得脱了相。帽檐的阴影下，卤蛋看上去有些憔悴。对他瘦这事儿，我还停留在 S 刚去世，参加完 S 家聚会的贾永杰带出的一手消息。我觉得他一定是很伤心了，真的。对，那他其实消瘦了很多。不过贾董这 AK47 都压不住的上扬嘴角，他到底是难过还是愉快，我有点拿不准了。母亲节那天 ，S 妈被鲜花和亲情包围，她写道：今年的母亲节虽然令我心痛，我女婿具俊晔因为思念西苑日益消瘦，还有女婿 Mike 每次贴心的安排，我还有2个孝顺的女儿。西弟还请同事做了西苑的 AI 影片给我，只因为我跟他说，我好想再听一次珊珊祝我母亲节快乐。我还有2个孝顺的女儿，这话听着怪怪的。对母亲而言，孩子不是3个减去1个还剩2个的加减法。女儿刚走3个月，我想说，这母亲节是非过不可吗？这幸福是非晒不可吗？这一团和气的母慈子孝是非秀不可吗？他难过的不是痛惜女儿命苦，年纪轻轻就走了，而是遗憾女儿无法再祝他母亲节快乐。那时的你，只不过是失了一条腿，子玲呢，她丢了半条命啊！更不要说他为你所割舍掉的爱情，跟我去浪迹天涯。有一种纯奉献型的家庭关系，孩子充当父母的耗材并甘之如饴。这种家庭通常孩子很小就开始挣钱，父母没有稳定的收入，甚至有庞大的债务。
好的结局就像蔡少芬、欧弟、张韶涵和吴奇隆还完巨债后逃出升天，差的结局是梅艳芳和陈宝莲，一生都是太多利用太少爱的家庭血包。父母回忆起他们，首先想到的不是愧疚，而是对一个处于奉献角色缺失的遗憾。这次聚会是由麦克一手安排，应该也是资方。卤蛋再次用最省钱的方式表达了爱。再往前推，大 S 去世41天，在狂风大雨中下葬。按理说是子女捧骨灰，大 S 儿女双全，但孩子们都为获邀送亲妈最后一程，卤蛋代替了这个位置。他的光头、黑框眼镜，因为吸鼻子皱起来的圆圆的鼻头和眉毛，倒是把我一个挺喜欢的卡通人物给毁了。卤蛋，你陪我的丁丁。一想到今后我一看《丁丁历险记》就会因为卤蛋而出戏，我就冒火。这笔账我得记到你头上。从骨灰放家中到树葬、塔葬，最终土葬，这个入土为安的结果让我揪着的心也算放下了。据说墓地选在依山傍水、名人扎堆的金宝山，和邓丽君为邻，卤蛋会亲自设计 S 的纪念雕像。这一切听上去都不错，但看到这一幕让我眼前一黑。就这你熊劲吓人你！参差的杂草，裸露的地皮，小小一块大理石板，像设施老旧的群租房，却是从17岁就开始打睡的当红女星的长眠之地。我喜欢过的明星，我都希望他们能保持优雅、体面老去。我最怕看到他们潦倒，但 S 的长眠之地还是让我大为震撼了。加上下葬那天的狂风暴雨，这一切都充满了诡异感。我就问一句，卤蛋 S 的纪念雕像是打算搁哪儿？时间往前推，2月5日，大 S 骨灰回到台湾，卤蛋戴着耳机，捧着粉色的骨灰坛。大 S 一对儿女衣着单薄，我说的单薄是相对于先行飞回的小 S 女儿们的衣服而言。这个别和我争，做妈的其他本事没有，给娃添衣服那是天赋异禀。大陆妈爱问娃冷不冷，和香港师奶爱给亲人说喂，你見唔見肚餓啊？我落個麵俾你食啊。都一樣，变冷热和问饥饱都是从娃出生那刻当妈的天然拥有的特异功能，你都不用多言，我光扫一眼照片就知道得加衣服。S 的儿子穿着红色外套，精通人情世故的外婆，娱乐圈打滚办事的小姨，虽然是素人但也年过半百的大姨，再加上劈叉中韩的巨星继父，我只想问，4个大人3天时间在日本给孩子置办不出一套暖和的黑色袄子。别说我爱抠细节，魔鬼都藏在细节里。私人包机的费用怎么说都应该是卤蛋出，而且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给 S 花钱的机会。这钱会有零有整，白纸黑字印在包机公司的证明上。以后谁但凡要说卤蛋吃软饭，卤蛋可以把这张证明甩他们脸上。简单粗暴，但绝对管用，比任何话都实在。但最终这笔钱还是走了小姨子的账，卤蛋蹭飞机。哦，对了，这趟日本之旅是小 S 安排的，卤蛋蹭玩。我觉得卤蛋应该从来没有在乎过晚节不保的事儿，晚年保住就行了。经此一役，我对卤蛋花钱的幻想算是死透了。不是我现实，也不是我看不到他的深情，但这个世界找到真相的方法只有2个：时间和金钱。时间的推移以及金钱的轨迹会告诉你所有的答案。再往前推，大 S 去世后4天，卤蛋发了中韩2篇长文，有3个重点：一是嘲讽某人在雨中乱跑；2是大 S 遗产让渡给 S 妈，自己分文不取；3是保护孩子，不让坏人得逞。卤蛋不愧是卷出天际的韩愈出来的人精啊，不对，是卤蛋精。专挑人爱听的说，当时汪小菲雨中被拍正在发酵，被骂成了臭狗屎，卤蛋化身正义男神，站在群众这边再踩一脚。如果不看核定本单拎出卤蛋写的这段，好像大 S 在日本去世是汪小菲干的，在泰国度假度得好好的，你跑台湾干什么？这不是给别人堵枪口去了吗？前妻在老公、亲姐妹、
亲老妈的陪伴下在日本去世，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本来媒体都憋着劲儿等 S 家解释，人是怎么病的，怎么治的，怎么走的，他走的时候卤蛋在哪儿？又不是在非洲，日本的医疗不至于连流感都能要了命。按说至亲都在，就算情况危急，总不至于人一下子就不行了。前几天在归宁宴上，人不是好好的吗？日本法律也没有规定人离世马上要火化，怎么第2天就急得烧了？既然包机了，为什么不把人运回来？还没听说哪一次是人不回来把骨灰带回来的。如果日本那边的导游爆的料有说谎的成分，那真相是什么？这么多问题都来不及问，这下好了，汪小菲机场一露脸，媒体都围着他穷追猛打。而 S 家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作为先生的卤蛋，这一次和床垫开始的双方撕逼，他都默默躲在纷争后方一样，始终安静如鸡。옆에서 힘이 되려고 하고 있죠. 人在失去至亲后的情绪变化分为4个阶段：麻木期、可念期、绝望期和接受期。太太走了没1周，别人这时候都麻着呢。小机灵鬼卤蛋想到了遗产这事儿，有理由相信卤蛋当时对 S 是否立了遗嘱，以及自己是否在遗嘱继承序列里是没有把握的。加上他对台湾的法律不熟，所以就慷慨地写下了不要遗产，全给 S 妈，全当做个顺水人情。说好听话不花钱，只要不花钱的事儿，卤蛋都十分慷慨。后来按照法律，卤蛋分到了遗产的1/3。至于之前让给 S 妈的承诺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兑现，但是大概率应该是没有，否则依照 S 妈的个性，一定会广而告之。毕竟现在他夸欧巴的词汇量明显已经见底了。最后卤蛋说要保护 S 的一对儿女，更是一箭双雕的妙，既表达了自己对 S 的深情，又顺带臭了汪小菲。孩子亲爹有时候是疯了，但不是死了。你确定他再渣能害孩子？你敢说他报账给孩子买的草莓你没尝一颗？连照顾孩子的保姆都是从北京带过去的，一路带大2个孩子，1个月3万人民币的保姆费，你当继父的出了多少？我说呀，张王徐居士，你不能吃草莓的时候默默咀嚼，咽下去就骂你的草莓金主不安好心。你可能忘了，你睡的床垫、用的电费、文婚借的刺青机，甚至穿的那双要价5629人民币的潮鞋，哪个不是别人买单的？吃软饭其实不丢人，能吃软饭也是一种本事。但这吃最软的饭，说最硬的话，我只见过卤蛋。哦，不对，还有吴孟达。那，去开心一下。我给你我的附属金卡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不是了。哦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几10年不见，卤蛋忽然就空降台湾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以结婚的幌子想来一招卤蛋换渣渣，把我们珍贵的小宝贝儿渣渣辉神不知鬼不觉偷到你们韩国去？好你个狼子野心，胆儿挺肥呀！偷完端午偷孔子，偷完孙悟空偷饺子，现在竟然打上了渣渣辉的主意了。你做梦！往前推，大 S 去世消息刚出来，卤蛋的朋友韩国时装设计师李相凤关心卤蛋，给他发消息，卤蛋回他：我尽力了。作为枕边人，太太去世通常不是都会先检讨自己没照顾好人。目前所知 S 生前最后一张照片，他靠着卤蛋，嘴唇青紫，痛苦面容，卤蛋目视前方，坐得板正。我真的很想搞明白你究竟尽了什么力。再往前推就是在日本了，那是大 S 人生最后4天，到目前为止那4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个谜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感情的真假当事人自己都未必清楚。问一个人的感情是真是假，就好像你问一个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。又或者100个人会根据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，结合自己的判断给出100种答案，但这样毫无意义。事实才是唯一可以说明一切的东西。那么什么是事实？
因为大 S 已经去世了，且他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都对大 S 死前最后4天的生命轨迹缄口不谈，而且把追问和质疑早就成功引向了对汪小菲的声讨上，同时对日本那个华人导游给出的线索也不予理会。按照逻辑，任何不是亲口说出的，不是由肉眼可见的事实依据做出的推论，都有可能被推翻。那么我们只能从那些看到的事实抽丝剥茧。2月1日晚上10点，小 S 发了和 S 妈的热舞视频。2月2日凌晨，大 S 去世，2件事间隔仅仅几个小时。大 S 去世后第2天火化，也在同一天，小 S 2个女儿返台。仅这3个时间节点，不包括所谓的不办告别仪式、树葬、卤蛋的声明等等这些不理解但尊重的部分，都不需要拥有任何逻辑推理能力，只需要按照一个正常人用常理、用直觉、用本能去试着理解。如果你还是觉得没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，那以下的内容你可以不用看下去了，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会让你不爽。卤蛋一直被媒体形容成韩流顶咖、风靡亚洲的巨星，我就笑了。所以他们其实在韩国娱乐界呢算是顶流，所以当时其实非常的红，赚了很多钱。其实你看1996一出来就爆红嘛。你可吃点好的吧，80后是老了，但不是死了。库龙在韩国的演艺圈，如果非要从唱功、外形、舞台和知名度给一个定位，那我只能说够老。就跟某些演员因为年龄大就变成了老戏骨一样，库龙赢在出道够早，而且当时卤蛋已经27岁高龄，所以今天谁见了他都要叫声哥，也是因为够老。换句话说，在韩国他是一个过气很久的老前辈。下集我会解读库龙是韩国巨星以及卤蛋是富豪的谎言。我是小猪，下期见，拜拜。